自从司马越苟到最后成为八王之乱最终的胜出者以来，他所执掌的这个帝国几乎没有让他一天睡过安稳觉，整个代晋以无法阻拦的趋势急速的冲向灭亡。上期我们说，杂胡奴隶石勒打着成都王司马颖的旗号在河北肆虐，官二代王弥打着神棍老道的旗号在山东河南肆虐，两人一个是扬了河北重镇邺城，另一个扬了河南重镇许昌，还差点扬了帝国首都洛阳。最终在机缘巧合之下，他俩全部归顺了虽然是大汉光文皇帝，但却是匈奴人的刘渊。而正是他们俩的加盟，使得天天充斥着大新闻的帝国在308年进入了更加危急的鱼有鼎沸的状态中。308年永嘉2年是刘渊先生春风得意的一年。六夷杂胡里面的鲜卑部落酋长陆竹岩，氐族部落的酋长单征刚刚归附刘渊，刘民军首领王弥在一打洛阳之后归附了刘渊，肆虐河北的石勒在被狗西打爆之后也归附了刘渊。在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京津等地无处不战的司马家，在动辄投入10几万兵马、不惜血本，投入民力财力厮杀，主体民族严重消耗之后的大晋，眼看着没几口气儿了。但是反过头来看我匈奴，现在王弥、石勒在手，六夷杂胡支持，实在是天命所归。于是乎，刘渊高高兴兴地即了皇帝位。西晋永嘉2年，汉赵永凤元年，刘渊正式登基称帝。从此，匈奴人的战争号角将吹响整个帝国，而中原大地也即将被撕裂开来。登基称帝并不是最终目标，刘渊不是那种朝闻道主义者，过把瘾就爽。他在称帝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战略革新，就如何团结带领杂胡同志们打倒腐朽的晋王朝，重新进行了方案和路径设计。刘渊有鉴于割据以来的许多年，五部匈奴的活动地盘只是滨州这1亩3分地儿，势力范围过于狭窄了。此前吧，想要南下攻打洛阳，但实力尚且不允许；向北经略幽燕吧，在太原还有一个刘琨死扛着。现在好了，五部匈奴有钱了，有人了，于是刘渊开始跳出滨州，着眼于华夏大地。刘渊在称帝之后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认识和军事调整，命令石勒、刘林率领3万人守护滨州，确保大本营山西的绝对安全，并渐渐越过太行向河北、山东、北京地区发展，即东进战略。此外，他任命刘聪、王弥率领3万人守太行山，并同时开展扩张运动，重点进攻魏郡、吉郡，甚至一口气拿下了黄河边上的顿丘及南下战略。也就是在刘渊雄心勃勃地准备南北扩张吞并中原的时候，我晋的司马们又不对付了，又开始了经典曲目内斗与屠杀。我晋的再次内斗原因有历史和现实2个方面。历史原因上，我们必须把已经下线了好几集的孝惠皇帝司马衷再搬出来。人家傻皇帝司马衷先生干得好好的，从来不过问你们这些强藩和权臣的工作，也没对你们倒行逆施的行为发表过任何意见。你司马越为啥就把可亲可敬的傻皇帝给毒死了呢？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使得朝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满，而且司马越这厮已经有了不臣之心，篡权就是早晚的事儿。现实原因则是有鉴于东海王司马越集团的无能和司马越本人的贪婪，怀帝司马炽也积极开展了夺权的斗争。按照西晋的政治传统，夺权嘛，首先要争夺的就是中央禁军，且用一些少壮派的将领，以此将禁卫军从司马越手中分化一部分，并归拢到自己的麾下。虽然我晋目前的军事实力已经被消耗殆尽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回忆一下几十年前，就会记得这支横扫天下的禁卫军有多么强悍。凡是各地都督府无法对付的叛乱，如280年突发枢机能之乱、299年齐万年叛乱等，甚至是帝国统一的灭吴之战中，全部是在中央禁军的兵锋之下瓦解兵消的。曹魏之精锐，大晋之雄威，禁军系统的战斗力冠绝天下。中央军确实堪称西晋朝廷权威的保障。除了把手伸向苏魏禁军，怀帝在地方大员中找到了可以制衡司马越的合作伙伴。司马越集团根本无力镇压汉赵政权和各路起义军，石勒、王弥、龚池藩等人在黄河两岸肆意攻城略地，甚至还把镇守邺城的东海王的废物2弟司马腾给杀了。
反倒是活动在冀州、兖州、青州的狗西、狗纯兄弟，仅仅依靠少量的兖州地方驻军，可以勉强维持山东、河北地区的秩序，并且多次击败了名将石勒和王弥的军队。面对战绩斐然的狗西兄弟，东海王司马越感到了强烈的不安。对于东海王司马越而言，虽然自己无力镇压各地起义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取得辉煌战果的狗西就有资格掌管兵权。因此，前脚还跟狗西结拜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的司马越，后脚就开始做局，多次想要夺取狗西苦心经营的兖州兵权。如此乱世，丢了兵权就等于丢了命。自私到愚蠢的司马越和狗西就因此产生了不共戴天之仇。因此，晋怀帝开始大力支持狗西兄弟，借助狗氏兄弟在兖州的势力，威慑司马越的大后方徐州和青州。同时，怀帝还多次敲打司马越，并散布司马越在工作和治国上的失误，试图以此消解司马越的合法性和权威。不过，还没等到怀帝的牌打完，司马越就懒得装了，直接摊牌了。他怒气冲冲地从荥阳带兵回到首都，以太学为自己的府邸，表示自己不走了，就搁这儿好好的看管皇帝。同时，在3月18日发动政变，派遣士兵突袭皇宫，将怀帝身边的近臣妙印、妙波兄弟等10余名朝中大臣当场抓捕，当场杀害。随后，司马越又以宫廷禁军多次干涉政局，是导致全国战乱的元凶为理由，罢免了皇帝刚刚培养和拉拢的全部中层军官，全部换上了自己人。司马越的政变像以往司马家的前辈一样立竿见影，刚有起色的皇权势力被迅速摧毁，洛阳的君臣斗争以司马越全胜告终。自此，怀帝彻底失去了裁决机要的权利，诏令再难出宫一步。同样的，司马越毫无底线、不给人活路的做法，也成功逼反了一个小人物，一个类似于挑唆司马伦造反的孙秀，类似于挑唆司马颙、司马懿火并的李涵那样的中层干部。只不过，这个中层干部挑唆的是刘渊。司马越在罢免怀帝任命的苏魏禁军武官之后，这些被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无以为生，只能泪洒当场，悻悻离去。此举不仅导致禁卫军出现了人才断档，而且还把一些中层军官逼到了汉赵那一方，比如左击弩将军朱旦就投靠了汉赵刘渊，将洛阳周边的防务情况全部透露给了汉赵军队。对于刘渊来说，朱旦带来的消息很有价值，不光是洛阳城防情况，更重要的是新帝登基以来西晋朝廷领导班子的团结情况。刘渊听完朱旦的汇报之后，认为晋朝中枢溃烂，人心不齐，君臣失和，正是一举拿下洛阳的好机会。而且今年夏天遭遇了极端干旱天气，洛阳的物资极度短缺，同时黄河水尽，可以轻松渡河。于是随即做出命令，大汉全军发兵攻晋。刘渊派出好几路人马，第一路人马是汉汝阴王刘瑾做总指挥，朱旦为前锋都督，率领5万精兵，可以说是刘渊手里精锐中的精锐。同时，他还给刘瑾加封了灭晋大将军的头衔，希望他能不负自己所望，一举拿下黎阳，打通南下洛阳的通道，为大汉灭晋拿下一个开门红。刘瑾率领5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黎阳进发，黎阳一战而定，随后便是在黄河边上的延津，再次大败晋军。不过就在此时，刘瑾却犯了政治错误，被刘渊火速召回到滨州。老同志刘瑾被换下了，刘聪和王弥临危受命，结果2打洛阳的大旗。为此，刘渊还专门给王弥升了官，王弥升任为侍中都督清徐兖豫荆扬6州驻军事，任征东大将军、青州牧。王弥、刘聪比刘瑾要冷静一些，洛阳形胜，再加上黄河天险，汉军当然可以自恃勇猛，横冲直撞，但更好的办法应该是步步为营。为了让大军没有后顾之忧，刘聪决定先拿下重镇上党，汉晋版上党战役开打。王弥、刘聪第一步准备先堵住进入山西的口子，率先进攻壶关口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，几年前刘琨就是从壶关口一路溜到了太原，成为刘渊眼前的钉子。打壶关，王弥还特地调来了石勒，此时石勒正在一点点蚕食河北，这个我们稍后讲。壶关口危急，在晋阳死磕的刘琨迅速反应，派遣护军黄素
韩术救援。只可惜韩术在西涧被刘琮打败，黄素在丰田被石勒打败，二位将领均被斩杀。另一方面，司马越也对壶关口危机很感到震惊，派遣淮南内史王旷、将军施荣、曹超率兵5万赶往太行山救援。渡过黄河后，王旷立功心切，想要快速进军，寻找战机与刘琮进行决战。将军施荣劝他小心为妙。五部匈奴在山西盘踞多年，熟悉地形，又有粮草供应，应该稳扎稳打，等着刘琮先出击。王旷则认为山地地形对骑兵很不利，匈奴人在这个地形没有有利优势，同时他也懒得跟施荣开班子会议，选择直接给施荣扣帽子。你想延误军机，军法处置吗？施荣没办法，只能跟王旷一同进军。在进军翻越高高低低太行山谷的时候，刘琮早就布好了口袋阵。双方遭遇之后，刘琮迅速合围，匈奴骑兵从高山之上掩杀下来。在长平这个古战场，朝廷军大败，一直力劝王旷小心的将军施荣、曹超全部战死，而王旷本人则逃出了战场。刘琮乘胜追击，继续南下，又破屯留长子，前后一共斩杀晋军19000级。重大失败下的晋朝官员更是心灰意懒，在上党带救援的太守一看这架势，直接举城投降了。结果就是匈奴人大大杀伤了司马越集团的野战军力量，并由此将整个上党南部纳入囊中。匈奴汉完全切断了刘琨与中原的联系，拿下上党，王弥、刘琮的大军也顺利渡过黄河。五部匈奴站在一马平川的黄河南岸，感觉洛阳城仿佛就要唾手可得了。西晋朝廷看到匈奴人的进展，也试图救援。不过刘琮、王弥先破西晋平北将军曹武，再破前来增援的淳于琼，两人战败后收拾残兵，跑路到宜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战场上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意外。刘琮自是连战连胜，到达宜阳的时候，准备用政治策略兵不血刃地拿下这个城池。宜阳太守是袁岩，见状很配合地举城投降了。刘琮心满意足地安营扎寨，只不过宜阳太守袁岩是诈降，他趁刘琮的部队放松警惕，当晚率兵发动进攻，夜袭刘琮。此前战果应当不错，刘琮大惊之下死里逃生，部队损失不少，撤退到后方。西晋朝廷暂时迟滞了匈奴汉进攻的脚步，刘琮也是痛定思痛，选择暂时安稳下来，继续积蓄力量。不过，虽然匈奴人没有直接拿下洛阳，但是这一战的战略意义却十分巨大。首先，地缘态势上，匈奴彻底孤立了刘琨，使刘琨成为山西高原上的一座孤岛，仅能自守而已。其次，长平战役重挫司马越军团，斩首俘虏之下，司马越的力量被大大削弱，晋军的有生力量已经经不起像样的战争了。第三，刘琮已经打通了前往洛阳的道路，洛阳不再是险阻重重，而就在目之所及的对岸。匈奴大汉只需要积蓄力量，寻求最后一次一击必胜的战机了。现在要回过头来说说石勒了，因为石勒比王弥归附刘渊的时间要早，因此在王弥的第一次围困洛阳的时候，石勒已经作为匈奴汉的高级将领一路向北，去收服那些大晋崩盘之后的无主之地了。刘渊称帝之后，授予石勒持节平东大将军，成功的从大晋司马颖的故将摇身变成了大汉的高级干部。石勒除了日常协助王弥进攻太行山以外，他的重心主要是准备向河北发展。第一站还是老景点邺城，石勒由此出发，开启了为匈奴汉拓土攘夷的旅程。石勒首先寇邺城，邺城不战而溃，军民纷纷逃命，主事的官员征北将军何玉更是一枪未发，跑路到魏国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个何玉是金谷24友。随后，石勒在邺城西北的三台又俘虏了我晋的一名高级干部魏郡太守王粹。再顺便说一句，这个王粹也是金谷24友。再往后，进攻赵郡，也就是邯郸，又杀了我晋的西部都尉冯冲。同样的，石勒不仅锤得我晋官员满头是包，遭遇到老对手起火军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当年石勒的老大哥吉桑就是被起火军干掉的，自己也差点被消灭。所以当石勒在河北中丘遭遇了起火军，石勒果断出击，起火军首领郝廷、田阴被斩杀。因此功劳显著，刘渊授予石勒安东将军，并给了开府之权。
我们都知道开府仪同三司的说法，也知道从曹操到司马师都有自己的 buff。开府权意味着石勒不再是仅仅拥有军事指挥权的将领，而是集行政、军事、人事大权于一身的隐形诸侯，有了自己的人马和班子。如果站在未来看现在，从这一刻开始，石勒已经走上了建国的康庄大道。不过眼下的石勒本着步履不停的精神，继续往纵深发展。冀州本来就是他当年跟着吉桑起兵闹事的地方，熟的不能再熟了。很快石勒就把巨鹿、常山2个大郡攻了下来，当然也捎带手的斩杀了2郡的守将。石勒在河北不断扩大自己的阵营，实在河北地区安身自保的乌堡被石勒拿下100余座，队伍人数达到10余万。这种乌堡又称乌壁，是一种民间建造的防卫性建筑，大约形成于王莽天凤年间。当时北方发生饥荒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地方豪强为了自保，纷纷修筑乌堡营壁，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敌入侵。在五湖交战的中国北方，兵戈四起，盗匪横行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想要留下来活下去，就需要找到一个既可以解决吃饭问题，又可以保护自己免遭杀戮的生活方式。因此乌堡壁垒等屯聚现象应运而生。简言之，五湖之乱之后，一部分走不掉的汉人豪强联合宗族乡党，修建乌堡，据险自守，抵抗残暴的胡人。此外，石勒招降大大小小乌堡的同时，还在统一战线方面做出了创举，建立君子营。什么是君子营？石勒自己是粗人，却知道知识分子，尤其是汉人中的地方豪强领袖的重要性。对于晋朝的地方官，那该杀的就得杀，不杀不足以毁灭晋朝的合法性，不足以震慑地方势力中对我晋还心存幻想的人。但是对于乡贤人物就不能随便杀了，衣冠人物一个一个杀，豪强一个一个剿，乌堡一个一个拆，那得杀到猴年马月去。因此石勒一路攻城略地，每到一处便留意招揽当地的名士谋臣，释放善意，宣传和平政策。乱世之中，但凡稍有些心思自保的，甚至更进一步的人，谁都不愿意做忠心带劲的愣头青。汉人豪强乡贤们在观察了石勒的举动之后，基本上也接受了石勒的橄榄枝，归附石勒。一时间，石勒军中遍及衣冠人物，奴隶出身的石勒便在军中成立了一个君子营，以自比张良的张宾为谋主。其实这儿还有一件趣事儿，张宾听说匈奴汉的高级将领打到自己这里，也心想要归顺，于是凹了一个很帅的造型，提着剑去石勒军营前，大呼姓名，自报家门，要求见石勒。石勒没搭理他，给了个闲散之位，装着样子就算了。等到后来石勒想要占据江汉，没听张宾提出的返回北方的建议，吃了亏，尝了苦头，认识到张宾的能力，才开始对张宾言听计从的。其实在这儿体现了2种逻辑，一个，我晋的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命，上来就先问家世门第如何，高门的给大官，寒门的一边待着去。而胡人石勒这儿，不管张宾和自己是不是一个族，也不管你背景多么深厚，想要我重用你，那你必须做出点成绩来，才会被我认可。读史读到如此，就应该知道阶级固化有多可怕了，也不禁让人感叹，能不拘一格海纳百川的奴隶石勒，其政治天赋有多高。好了，总结一下，我晋在基层的统治完蛋了以后，在河北地区，汉人的地方豪强用脚投票选择了暂时能给他们带来安稳的石勒，张宾就是这帮人中的一个代表。甚至这种合作在后来的100多年里成为了一种惯例。但凡胡人雄主想要做大，鲸吞中原，总会有一批执掌机书的汉人参谋集团深度参与到争霸战争中。例如福大地的良师益友，北方汉人中的圣贤，鞭挞胡人的野兽，王道霸道双修怪，金刀记总策划王猛先生，再比如赫连勃勃的王乃德先生，慕容家的丰毅，北魏拓跋家的崔浩，文明太后身边的汉人李氏家族等等等等。一句话，是兄弟今晚8点来北方，辅佐各自的胡人领袖逐鹿中原。